学校对面的工地盒饭10块钱管饱，我不仅自己去吃，还经常免费帮室友跑腿。谁知道这天当我拎着盒饭气喘吁吁爬上5楼，3个室友却一起拉着脸质问我：思妍，明明可以免费续饭，你怎么不多装点饭菜？我刚才看到了，你吃完自己那份根本就没给钱，只扫了30块钱，感情你的饭钱是从我们嘴里省出去的，连室友的便宜都占，以后再不用你带饭了，我们自己去吃。我咧咧嘴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之所以我吃饭不给钱，因为那就是我家开的。下了课，我第一时间冲向学校对面的盒饭摊，摊位前已经围了好多买饭的工人，都在夸我家的盒饭干净好吃还管饱。我妈笑眯眯的跟工人打着招呼，见我来了，直接将1整盒的糖醋荷包蛋和红烧肉递给我。这2样是我妈妈的拿手菜，荷包蛋煎的焦脆，里面有糖心，外面裹着酸甜可口的糖醋汁；红烧肉炖的软烂，汤汁也特别红亮。我自己去盛了饭，将蛋和肉全都盖在上面，一口下去，香迷糊了。吃饱喝足，我按3个室友的口味装了盒饭，扫了30块钱后，就往学校跑，呼哧呼哧爬上5楼。室友们却没了往日那股热情劲儿，一个个脸上冷冰冰的。我不明所以，打趣的问道：都怎么了？难道是饿得没力气了？此时柳如烟正在手机上打字，她淡淡瞥了我一眼：你还好意思问？你自己干什么了？你不知道吗？闻听此言，我一头雾水。我干什么了？我帮你们买盒饭去了。谁知柳如烟冷哼一声：思妍，难怪你这么积极帮我们买饭，原来这里面有猫腻啊！他的话让我的心咯噔一下，他们该不会是知道盒饭摊是我家的，嫌我故意隐瞒，生气了吧？结果柳如烟直接开始阴阳起了我。思妍，要不是杜杰悄悄跟着你，我们还不知道工地盒饭可以免费续汤续饭呢。听到他的话，我倒松了口气，抹了把头上的汗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，10块管饱，可你们不在摊子上吃，怎么续汤续饭啊？正说着，杜杰推开门进来了，他咕咚咕咚灌了半瓶水，气喘吁吁道：不能续汤续饭，那你倒是多装点饭菜回来啊。见状，我皱了皱眉，杜杰，饭打多了也吃不了，那不是浪费吗？只见杜杰冷笑一声：我花钱了，你管我吃得完吃不完？吃不完我可以扔，用得着你拿着我的钱搞装圣母吗？杜杰家是农村的，爸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他是宿舍里经济条件最不好的，也是他最先提议让我给他们带饭的。想到他从前常跟我们讲粒粒皆辛苦，今天又说出这样的话，我不禁一愣。这时寝室长郭爽也凑了过来，我本以为他要在中间说和，没料到他也一脸鄙夷地问我：思妍，你说实话，是不是每天故意给我们少打饭，好让老板赏你吃免费盒饭啊？他的话差点让我惊掉下巴。我家盒饭是1荤3素10元管饱，汤和米饭都可以免费续，还有解腻的辣椒酱和小咸菜。可我了解室友的饭量，知道饭菜打多了吃不了就得扔，便专挑好菜给他们装，保证他们既能吃饱又能吃好。想到这里，我打开了给杜杰带的那份盒饭。今天我给他带的是孜然牛肉和红烧肉，素菜是黄瓜炒鸡蛋、包菜炒粉和麻婆豆腐。杜杰，10元管饱的那是1荤3素，我知道你们吃的少，就特意求了老板给你们多打个荤菜，这样的2荤3素不比你装那么多1荤3素吃不完再扔掉的强吗？其实不只是杜杰这盒，郭爽和柳如烟那2盒，我也是特意避开他们忌口的，专挑他们爱吃的菜的。闻言，郭爽转头打开自己的盒饭，满满的炸肉丸子和红烧鸡腿，可他脸上的满意转瞬即逝，跟我翻了个白眼道：思妍，就算装的全是肉，那也是人家盒饭老板乐意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在这儿卖什么乖？杜杰也气鼓鼓的跟着斥责起我来：思妍，我刚才就在盒饭摊上，我都看到了，你吃完自己那份根本就没给钱，你扫码只扫了30块钱。紧接着转头跟2人比划起来。你们不知道，他见了老板娘比自己妈都亲，老板娘直接给了他1大盒的荷包蛋和红烧肉，他自己去盛的饭吃的可香了，那都是从我们嘴里省出去的啊！我被气得一时语塞，合着这大热天我辛苦一趟，没捞着一丁点好，还落一顿埋怨。杜杰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是觉得理亏了，一把将我的水杯打翻在地。你果然能吃到免费盒饭，没想到你这人这么不要脸，连室友的便宜都占，以后再不用你带饭了，我们自己去吃，就吃1荤3素我们也愿意，这便宜啊，我们宁愿让老板占，也不让你占。我看着一地碎玻璃，哭笑不得。他们哪里知道，老板娘就是我亲妈。我爸是个工地工头，为了能让工人吃得好点，8年前开始，我爸就让我妈做起了工地盒饭。从那以后，我爸的工程到哪儿，就让我妈跟到哪儿。我平常住校，学校食堂的饭菜又贵又难吃，一小份芹菜炒肉都得8元，不但量少的可怜，打饭阿姨的手抖得还跟帕金森一样。所以盒饭摊一开，我天天中午往那儿跑。室友听我说盒饭好吃还管饱，可他们又嫌路远天热，干脆求我带饭上楼。最开始我妈是不想要钱的，于是我劝我妈，升米恩斗米仇，这样的错误千万不能犯。所以我干脆跟室友隐瞒了盒饭摊子是我家的这件事。但我知道他们家境一般，特别是杜杰，平常都不怎么吃肉，所以打饭时候就多给打个荤菜。最初他们见我天天拎着盒饭爬5楼，总是忍不住夸我人美心善，结果这才半个月，杜杰就开始怀疑跟踪我，彻底跟我翻脸了。不过想想今后不用再顾及饮食上的忌口和喜好，不用再额外挑菜装盒饭，也不用着急忙慌的拎着盒饭往5楼跑，我反倒松了口气，一边收拾碎玻璃，一边跟他们说，既然你们不信任我，以后就自己去吃吧，
对了，今天1人10块钱，你们还没转给我。正坐在上铺吃着西红柿炒蛋拌饭的柳如烟，听了我的话，停下了动作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思妍，要不是我们3个，你能吃半个月的免费盒饭吗？你占了这么大的便宜，还好意思跟我们要这顿饭钱？在下铺嚼着红烧肉的杜杰，满嘴油汪汪的也冲我抱怨：思妍，你但凡多打点饭菜，我就能吃2顿了。你害得我每天多掏1顿饭钱，我家本来就困难，这个损失我找谁补去？寝室长郭爽更是连装都不装了，你不给我们补差价都算便宜你了，还想要饭钱？说着便将我踢出了4人群，紧接着他们3人全部将我拉黑了。第二天惹了一肚子的气，我想着一定多吃点好的补补，结果到了盒饭摊，发现黑压压围了一群人，光是大学生就得有好几10号。原来昨天他们将我拉黑后，杜杰就把我带饭赚白食儿的事编了篇小作文发到了朋友圈，可朋友圈被多次转发后，大家的关注点竟然集体跑偏了。之前大学生们不是没注意到盒饭摊，只是出于刻板印象，觉得工地盒饭脏，菜品质量差，口味也不好。可因为杜杰的宣传，今天有很多人好奇来尝试了，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他们3人。结果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下午刚回到寝室，微信响了，我不知又被拉进了4人群，而他们在群里的谈话刷新了我的3观。我被重新拉回4人群后，只见他们接二连三的赚了10块钱进群，杜杰还艾特我，明天帮我们带饭，我要黄焖鸡和溜肉段。剩下2人也连忙将自己要吃的菜发了进来。他们的这番操作弄得我一头雾水，经过了解才知道，原来是有人将大学生与农民工在同一张桌上吃饭的视频发到了网上，引发了社会上很大的关注。现在不仅是大学生越来越多，散客量也激增，好不容易排到他们，看着眼前已经装好的盒饭犯了难。这盒里面有香菜，我不吃；那盒里面有韭菜，我也不吃。因为农民工都不挑食，也为了节省时间，所以我家盒饭都是提前装好的。可是这几种搭配竟然没有一个让杜杰感到满意的。杜杰磨磨蹭蹭半天，开口说道：阿姨，我能不能自己点餐啊？谁知他话音刚落，身后一个男生就不耐烦地呵斥了一句：我说你有完没完？这是盒饭摊子，你以为饭店呢？还点餐？爱吃吃不吃拉倒，别在这耽误别人。杜杰他们吓得一哆嗦，随便拿起来3份，付了钱就走了。看到宿舍垃圾桶里倒满了白花花的米饭和剩菜，我皱了皱眉，随即直接就退了群。见我退群，杜杰砰的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。思妍，你什么意思？都是一个寝室的，反正你天天去吃，顺便给我们带一下，怎么了？闻言，我冷笑一声，我可不敢，省得让你们到处宣扬，说我占便宜白吃。听着我嘲讽的话，郭爽瞬间恼了。小妍，室友间开玩笑，你怎么还记仇啊？我们都不计前嫌了，你倒来劲了。柳如烟见状也跟着帮腔，就是啊，你就顺手帮我们打打饭，我们让你白吃，这好事上哪找去？见此情形，我不打算跟他们再废话，转身就要去洗刷，结果却被其他寝室几个女生堵在了门口。杜杰他们以为是来找我麻烦的，都一脸幸灾乐祸，等着看我出丑。谁知对方的话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小妍姐，听说你可以在那家盒饭选菜，现在你不帮室友带饭了，帮我们带行不行？杜杰这才探出头来，看傻子似的看他们。你们咋想的？他声称带饭免费，可一直赚隐形差价，自己在盒饭摊子吃饭都不花钱。其中有个女孩白了杜杰一眼，那是人家的能耐，大热天顶着太阳排队买饭，再爬5楼送上来，你不说一句辛苦也就罢了，还在这儿污蔑人家，你这人品比狗都差。闻言，杜杰的脸撂了下来。他不会答应你们的，人家现在能耐了，都不给我们带饭了，怎么可能给你们带？听到杜杰这样说，女孩略加思索，尝试着问道：那这样，我们每份给你多加1块钱行不行？见我不为所动，实在不行加2块。可我不想再惹麻烦，最终还是婉拒了。等那几个女生一走，杜杰他们3个就开始了吐槽：那几个家伙有病吧，脑子被驴踢了。就是还加钱，真是有钱烧的。我本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，没想到第2天我去吃饭时，我妈神神秘秘给我拉到了一边。小妍啊，今天有3个女孩子分别加了微信问我，如果一次性多给同学带几盒饭，能不能让他们自己点菜，还问我能不能免费提供1份盒饭。我有些纳闷，看了眼妈妈的微信，脑袋差点给我整宕机了。这不是骂我给同学带饭赚差价，是白是不要脸的3个室友吗？见此情形，我心中暗喜，这是看到有人想让我有偿带饭，被他们发现商机了。不过这3人分别私下里给我妈发微信，说明都藏着各自的心眼。顿时我心生一计，我拿起妈妈的手机，拒绝了郭爽和柳如烟，而后同意了与杜杰合作。回到寝室后，杜杰不在，而郭爽和柳如烟都窝在自己床上，看起来心情很不好的样子。就在我拿着东西去洗刷时，正巧在楼道碰到杜杰从别的寝室出来，他拿着本子和笔记录着别人的饮食喜好。见到我，他得意地笑了下。可等我洗刷完，一进门就发现里面的3人吵成了一团。只见郭爽叉着腰冲杜杰大喊：明明是你说思妍给我们带饭是占便宜，现在你又要给别人有偿带饭，得罪人的事儿我们跟着干了，好处倒让你给捞去了。此刻的柳如烟跟郭爽站在了统一战线上。杜杰，原来你骂思妍骂得挺欢的，现在却收15元带1份饭，你亏不亏心啊？谁知杜杰压根不理他们，低头整理着自己的饮食笔记。你们这是眼红了？算了算了，我不跟你俩计较。
看在室友的份上，我可以帮你们带饭，就按原价10块一份，怎么样？那两人呸了一声，气哼哼的出去了。我差点笑出声。杜杰白了我一眼，冲我摇了摇手里的那个本子。思妍，这可不是我抢你生意啊，是人家老板娘愿意跟我合作，我也没办法。我装作失落又愤恨的样子，狠狠瞪了他一眼。是，就你能耐。而晚自习过后，郭爽和柳如烟不知怎么也突然想开了，他们一人给杜杰赚了10块钱，三人又热络地攀谈起来。杜杰一整天都很兴奋，沉浸在赚大钱后的幻想里，可他却没想到，他这生意才做了1天就砸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我正准备熄灯睡觉，郭爽突然捂着肚子叫起来，紧接着柳如烟也开始喊肚子疼。此时杜杰正算着账，笑得龇牙咧嘴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你们吃什么把肚子吃坏了？”郭爽急着往厕所跑，扔下一句：“啥也没吃，就吃你给带的盒饭了。”闻言，杜杰大惊，连忙撇清自己的关系：“开什么玩笑？盒饭我也吃了，我怎么没事？”谁知话音未落，柳如烟也跑去了厕所。没过一会儿，导员亲自来了，一进门对着杜杰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：“杜杰，学校这2天正想抓学生出去吃饭的事儿呢，你就撞枪口上了哈，自己吃也就罢了，你还有偿带饭。”真是顶风作案啊！现在郭爽和柳如烟吃了你带的盒饭，肚子疼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不料杜杰不服气，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学校做的饭不好吃，凭什么不让我们出去吃？我中午也吃了盒饭，我还带回来20多份，怎么人家都没事？根本就不是盒饭的问题。”杜杰的话把导员差点气晕过去。我看你家里是农村的，一直以为你老实本分，没想到啊，第一个给我捅娄子的就是你，赶紧的。先陪他俩去医院。此时的郭爽猫着腰，杜杰，你多带点钱，我俩要做检查，还要打针，钱少了可不够。闻言，杜杰差点吓哭了。我一天刚赚40多块，哪有钱给你们掏医药费啊？要不我把这40块给你们转过去，你们自己买点药吃吧。那可不行，你这点钱够干啥的？凭什么我们受着罪，还得自己掏钱看病？这时杜杰灵机一动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肯定是盒饭有问题，我现在就给老板打电话。”我一听就不乐意了。我妈白天干活累，每天9点准时入睡，这时候他人都在做梦了，不能让杜杰打扰他。想罢，我站了出来。导员，我证明那家的盒饭没问题。听到我说盒饭没有问题，郭爽脸色一变。思妍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你怎么知道那家的盒饭没问题？导员没想到我会趟这浑水，微蹙着眉头问我：“思妍，你凭什么这么说啊？”老师，我每天都去他家吃饭，食品干净卫生，手续也齐全。您再想想，今天那么多人吃了盒饭，为什么别人都没事，就郭爽和柳如烟肚子疼啊？闻言，郭爽有些心虚，冲我喊道：“思妍，这带饭的生意不会是你俩一起做的吧？否则你为什么为他说话？”见此情形，我也不废话，直接打开了手机相册。老师，他们之所以肚子疼，是因为故意吃了中午的剩饭。原来傍晚吃饭的时候，因为杜杰赚了钱，自己出校门改善伙食去了。郭爽和柳如烟其实根本没想跟杜杰和好，他们就是憋坏招呢。他俩故意将中午剩下的盒饭给吃了，却不知道我已经将这一幕都录了下来。看完视频后，导员狠狠批评了郭爽和柳如烟，同时也勒令杜杰停止带饭的行为。谁知等导员一走，杜杰就跑到走廊去哭诉了一番。其他让杜杰带饭的个个都不是善茬，跑到我们这边将郭爽和柳如烟围住了。你们2个是不是有病？跟杜杰的私人恩怨就私下去解决，干嘛把盒饭摊子也拉进来啊？就因为你们，我们都吃不上盒饭了。大家越说越激动，到最后动起手来。因为这件事，学校开始重视学生外出就餐的事。原本校领导就知道学生出去吃盒饭的事，只是没有理由直接阻止。这下好，总算找到由头了。第二天中午，学校把大门封闭了。可刚尝了几天盒饭甜头的学生们不干了，见学校禁止学生出去就餐，大家在校园论坛和个人社交平台上强烈谴责学校这种行为。学校有什么资格封校？学校食堂不反思一下吧？做的那叫饭菜，究竟在育人还是在养猪？楼上的别埋汰养猪的，猪都吃的比这好。在大家坚持不懈的声讨中，学校终于顶不住压力，特意发了个声明：学校这样做都是为了学生的身体着想，外头的东西虽然美味，但卫生标准达不到。还有同学当2道贩子从中牟利，食物无法溯源。不过这对我并没有影响，因为我爸可以给我送饭。为了让饭菜看起来家常点，我特意给我爸发信息，让他弄个保温桶，把盒饭里的饭菜装进去。这天，我爸给我带了红烧肉和油焖大虾，我拎着饭桶进屋，刚打开盖子，他们3人就进来了，闻着熟悉的味道。杜杰一把抢过我的饭桶，直接下手抓了一块红烧肉扔进嘴里，眼睛一亮，对，就是这个味儿。那2人也连忙跟着上手，谁知肉还没下肚，郭爽将筷子一摔，冲着我大吼：“思妍，你挺聪明啊！我就说嘛，每天进屋这股饭菜香味这么熟悉呢，这不就是那家工地盒饭的吗？”杜杰也跟着帮腔：“思妍，我今天都看见了，是那个男老板给你送的饭，我现在就去举报你。”说着，
还没忘了往嘴里塞了2个虾。闻言，我猛地站了起来。你凭什么举报我？学校说了，可以让家长来送饭。说着，我打开手机就要证明我和盒饭老板的关系。怎料杜杰眼疾手快，直接抢了我的手机就跑。手机页面还停留在我给爸爸发的照片上。他划了一下，咧着嘴惊叫一声：“天啊，他居然跟盒饭摊老板叫爸爸！”看着杜杰大惊小怪的样子，我叹了口气。既然他都看到了，索性干脆就承认盒饭摊子是我家的。可没等我说话，杜杰将手机对到了柳如烟和郭爽面前。快看看，真是活久见了。思妍，你贱不贱啊？一个大学生为了吃上免费的盒饭，竟然跟人家老板叫爸爸。柳如烟也瞪大了眼，难怪你那么维护那个盒饭摊子，你可太不要脸了。人家老板娘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了口吃的，竟然勾引人家老公。我和我爸平常联系的不多，就这2天要送饭才联系的勤了点。今早我爸给我发了菜谱，宝贝，想吃什么？我点了几个菜后再没联系。中午我爸给我发信息，宝贝，我到了。我取了饭后到寝室发了一句谢谢爸爸，而后拍了照片。可这最平常的父女之间的对白，竟然让他们想得那么龌龊。闻言我急了，红着眼去抢手机。你们胡说什么？那是我爸，我亲爸。谁知柳如烟和郭爽合力拦住了我，杜杰则赶紧拍照，嘴里还不忘嘲笑我。思妍，你撒谎也得稍微靠点谱吧？这要是你真爸，那盒饭摊不就是你家的？你怎么一直没说？柳如烟也跟着呸了一声，哪有那么巧的事？你在这儿上学，你爸就跑学校边上干工程，你妈就来学校边上卖盒饭，小说都不敢这么写。郭爽也冷笑着附和，就是这要真是他家的，当初我们说他白痴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反驳？他就是给人家当三儿了，不好意思承认。我又气又急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杜杰噼里啪啦一顿操作，直接将聊天记录发到了朋友圈。杜杰噼里啪啦一顿操作，直接将聊天记录发到了朋友圈，还不忘配文：当代大学生为了白吃跟人家老板叫爸爸。我忍无可忍，直接给了杜杰一巴掌，马上给我删了。杜杰惊愕地看着我，片刻过后反应过来，随即冲上来和我撕扯在一起。我就不删，我就要让人家看看你思妍究竟有多贱。我不仅不删，我还要给老板娘发过去了。你等着吧，过不了多久，老板娘就得来撕烂你的嘴。等导员来到我们寝室的时候，我们4人已经被外寝的同学给拉开了，大家都挂了彩。杜杰一见导员就开始哭，说我给包工头当小三。老师，那是我爸，我亲爸。我话音刚落，寝室的门被人给敲响了，我妈我爸出现在门口，我顿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杜杰得意极了，冲上去握着我妈的手，阿姨，您总算来了。思妍做了对不起您的事，我已经替您教训过她了。我妈看了他一眼，抬手啪啪2个大巴掌就落在了杜杰的脸上。就你啊，欺负我女儿！所有的人都懵了，我爸妈用眼神恶狠狠巡视一圈，导员往后退了退。我是思妍的老师，紧接着试探着问道：你们真的是思妍的爸爸妈妈啊？我妈把我搂过去，吹了吹我通红的额头。我爸忍了半天了，这时候喊了一嗓子：你是思妍的老师，这就是你们学校教育出来的孩子，心怎么那么脏？见着女同学跟男人接触，就说是那种关系吗？老师尴尬极了，低声问我：思妍，你怎么不跟室友们解释啊？我解释了啊，没人听，说什么都没用。闻言，我爸的脸更黑了。他们还有谁？我爸个子很高，在工地晒得又黑，跟铁塔似的。他看了看柳如烟和郭爽，还有你们俩是吧？柳如烟和郭爽直接腿一软，跪下了。叔叔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们不好，我们也是被杜杰给骗了。他跟思妍关系不好，总是挑拨我们。然而杜杰像被踩了尾巴似的，疯了一般冲过去，3人很快厮打在一起。导员惊叫着喊大家去拉架，可外寝的人都往后退，摆明了只想看热闹。最后他们自己打累了，导员才给他们分开。这件事校长知道后，想大事化小。思妍家长让他们3个给思妍同学道个歉，都是一个寝室同学，就这么算了吧。岂料我妈坚决不同意，直接报警了。这些孩子全都满18了，是成年人，既然喜欢污蔑别人，就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取证的过程没费吹灰之力，因为杜杰的朋友圈就是焊死的铁证。杜杰被拘留3天，罚了500。柳如烟和郭爽算是情节较轻，在全校大会上给我道歉，也各自罚了500。他们3个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，平常每个月生活费只有1500元，杜杰有时候只有1000。可出了这事，他们又不敢跟家里多要钱，所以为了将这笔钱拿出来，只能省吃俭用，每天不是泡面就是面包，日子过得苦巴巴的。而我每天吃着丰盛的盒饭，简直不要太幸福。谁知就在这事过去后1周后，我们学校食堂被学生集体给举报了。原因是菜品单一且价格贵。后来上级领导匿名来吃了2顿，直接责令校长给食堂经理开了。从那往后，食堂伙食质量提高了，价格也降下来了。校长把封闭的大门也打开了，让大家自由选择。去吃盒饭的学生一下子多了200-300人，我妈不得不又招了2个服务员，家里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。而杜杰明显不会善罢甘休。一天我去学校超市买洗面奶的时候，却听到杜杰跟别的同学吐槽我，也不知道思妍一天天地赚什么，弄得好像家里多有钱似的，原来家里就是个穷卖盒饭的。你说他得多抠，当初就怕我们白吃他家盒饭，所以都没敢告诉我们。他要是早点说，能出这事儿吗？害得我损失500块，还差点被开除。结果那个同学直接白了他一眼，嘲讽道：亏你还是个大学生，账都不会算。人家摊子现在一天至少能卖1500多份饭，就按1份赚1块，1个月4万5。你说思妍家有没有钱？我妈要是1个月能赚4万5，我学都不想上了，我回去做全职女儿。还有说话直的，更是直接对道：杜杰，思妍当初不告诉你们就对了，就你的人品占便宜没够，要
知道盒饭摊是人家的，肯定得白吃。人家要是不同意，你就得在背后蛐蛐。当初思妍给你们无偿带饭，还多加一个荤菜，没落你们一句好，你们还造人家黄谣。要我说，你这样的人，学校就应该直接开除，都丢我们大学生的脸。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杜杰被气得满脸通红，竟开始口不择言。杜杰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被气得满脸通红，竟开始口不择言。思妍给你们多少好处，你们这么帮着他说话，别忘了，你们每天都去吃，他家赚你们不少钱呢。那位同学白了他一眼，直接怒对了回去。你那不是废话吗？做生意不赚钱图啥？图让你骂吗？食堂虽然现在降价了，可一份盖饭还得12呢，你怎么不去跟校长说他赚得多呢？杜杰明显还是不服气，继续狡辩。可校长都说了，外头的东西不卫生。闻言，大家笑得前仰后合。对，不卫生，吃了拉肚。不过我们一次只打1顿的量，不像你那2个室友爱吃剩了第2顿的。盒饭要是不干净，人家能办下来营业执照吗？你别忘了，思妍也天天在那儿吃，人家亲闺女吃得，我们吃不得。杜杰在这样的嘲讽声中灰溜溜的逃走了，而我家的盒饭生意却越来越好了，好多人慕名来打卡吃饭，还有好多网红开启了直播，家里钱赚多了，妈妈的眉头却皱起来了。从前盒饭只需要照顾工人的饭量和口味，现在客人形形色色，肯定众口难调，而且现在人太多了，有些忙不过来。对此我拍了拍胸脯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吧，包你满意。我先是在学校找了几个贫困生，确保没有课的前提下，每天中午跟我到盒饭摊去打短工。我让爸爸给盒饭摊做了个隔断，把大学生跟民工和散客出菜的地方区分开来。我带着贫困生给那些大学生打饭，几天下来，学生吃得满意，贫困生多了补贴，家里的收入也多了起来。这天，我中午从盒饭摊子回来，我那3个好久没作妖的室友围了过来。从盒饭摊子回到宿舍后，我那3个好久没作妖的室友围了过来。柳如烟率先开了口：“小妍，咱们都冷战这么久了，休战吧。”我略微思考，点了点头。好啊。闻言，杜杰松了口气，忙给我递了个苹果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果然，杜杰开始了旁敲侧击。思妍，你给那些贫困生开多少钱工资啊？每小时30块，一个中午差不多2个小时，60块。一听有60块，杜杰眼睛顿时亮了，一脸假笑的说道：“你看，咱们都是一个寝室的，这肥水不能流了外人田吧？反正我们仨也闲着，要不你把那几个贫困生辞了呗，我们去给你打工。”没等他说完，我连忙把那个苹果塞回到他手里。不行，我们签协议了，我违约的话要付违约金的。郭爽一愣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签了多久？啥时候不卖盒饭了？啥时候结束？”杜杰听出我在敷衍他们，随即拿起苹果狠狠地咬了一口。思妍，你就是不想让我们赚这个钱，没想到你是这么小肚鸡肠的人。柳如烟也跟着急了：“是啊，小妍，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我们一个屋住着，你非让我们孤立你，你才好受是不是？”果然，狗是改不了吃屎的。我喝了2声，开始收拾行李。见状，3人一脸懵逼。思妍，你干什么？你调寝室了？你这么干有点不地道吧？让别人以为我们欺负你了似的。我冷哼一声，拉起行李箱，不屑地说道：“我妈卖盒饭给我在我爸工地买了个房，就在学校旁边。从今天起，姐就不陪他们玩了。”随即潇洒离去，独留3人在风中凌乱。